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上周四美股走出悟空阳线之后，周五走出了一个八阶阳线。那么根据 K 线西游战法呢，上方就可能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在周一的行情当中，美股虽然有一定幅度的下跌这个下跌幅度仅有0.14%，但是呢，它冲出了一个新的高点。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同时看到了位于34000点附近已经有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那么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呢，行情走到这个位置非常容易不断创出新高。同时呢，5月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月。我们看到根据埃困的数据来看从本周四开始，本周四呢，美国要公布议息会议要公布一个周五公布一个非农数据。那下周三呢，美国会公布 CPI 数据。那么连续的政策的公布和落地和加息的落地，会促使消息面影响下的美股不断上行我认为一些消息面在落地之后这些有可能是利空的消息落地之后，那利空落地是利好。那么如果是利好呢，在行情当中，我认为美股会对其做出反应，因为目前的趋势整体是一个上涨趋势，所以呢，5月份的美股行情我是相对看好的，容易不断的走出一轮新的上涨行情。但目前为止，比特币的走势不容乐观这个行情我们看到，比特币目前同美股形成了一个背离，美股不断创出新高，但比特币的行情一直在高位进行震荡。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4月27日的这一天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这根悟空阳线的出现，上方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但在震荡过程之后呢，我们看到干扰性的 K 线也叫妖怪 K 线组的一根阴线在昨天发生。5月1日的这根阴线呢，将行情当中悟空阳线完全吞没。那么，所以呢，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比特币发生了同美股的背离，并且这根阴线呢，构成了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一个悟空阴线。那在日线级别悟空阴线的指引下呢，下方可能就会有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平行于前面31000点高点这轮4小时级别下跌的一个结构。那么如果出现平行结构下跌的话，可能会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虽然目前1440均线和169均线是不断向上移动的，但是根据目前震荡的走势来看，那么 K 线可能会最终呢与1440均线和169均线汇合。那么有了这些担心，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在周线级别上，比特币仍然是一个上涨趋势。那么这个位置上有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回调动作。那么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在前面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见识到了出现过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但是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那么有了悟空阴线之后有了标志性的下跌阴线之后，那么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可能会最终打响但是我们看到下方是有支撑的，这条支撑线呢正是1440均线。那么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可能会同1440均线相汇合。那么1440均线附近就是我们可以建仓进场的一个位置。那么在前面的行情当中在3月初的走势当中，我们就看到过这一点。那么一轮比特币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出现了回踩1440均线的一个画面。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位置是1440均线和169均线重合的位置。那么 K 线系统，那么后面的行情当中，我认为也可能会和1440均线和169均线汇合。那么我们抄底的位置大概是在25000美金附近。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提到以太坊是完全没有出现像样的反弹，这一点呢是可以在以太坊和 BTC 的交易对上看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以太坊和 BTC 的交易对，我们要看它的现货因为以太坊和 BTC 的交易对在币安平台上有永续合约这个永续合约刚开盘不久没有过多的历史数据，我们看现货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以太坊在行情震荡过程当中遭遇到1440均线和169均线的压力作用，那么在压力作用下回踩了一个0.067。这个位置呢是由21年5月份波峰连线通过焦点之后连接过来的一个支撑位，在支撑位附近没有撑住然后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证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
走出了一个非常弱势的下跌结构，因此呢，在以太坊的行情当中啊，就不适合做多以太坊。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啊，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轮行情当中，在4月19日这一天，以太坊走出不同阴线之后，目前的 K 线系统都处在8界阴线的势力范围，8界的主阴线呢，在4月21日产生，后面的行情的震荡呢，都是围绕这根8界阴线啊遇到了妖怪。8界阴线遇到妖怪，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可能会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我们看到啊，下方的支撑位呢，大概是在$1600附近，这个位置呢是由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筹码中枢，同时呢也是144日均线啊，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支撑。所以呢，对于以太坊的多头要耐心等待回踩筹码中枢和144日均线啊，才好开始布局。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类似比特币的是在3月10日。以太坊回踩了这一条非常重要的均线系统，回踩之后立刻反弹上来，所以呢，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多头要耐心等待$1600附近的价格啊，才开始布局。以太坊的下跌呢，还有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下跌啊，带动了整个山寨币的市场啊，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市场当中啊，几乎匮乏热点的情况下，我们看到 AI、道指和 PEPE 在这轮行情当中表现非常出色啊。但是这两个币种呢，只有火币和 OKEX 上有啊，边上没有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它的走势。它的走势呢非常具有代表性。我们看到 AI 道指上线火币之后啊，两根阳线。上涨行情啊，开盘之后一波拉升，然后迅速回踩，回踩之后呢，做横盘震荡。这里的横盘震荡呢，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可以看到啊，它的走势呢非常类似于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啊特别火的有一些币种啊，像 ID 之类的 ID 啊 ARB 啊，都是走出了这种结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ID 在前面行情当中也走出了一个开盘之后围绕开盘的高点和低点之间的一个震荡收敛过程，然后在交点附近一波拉升过后，然后走出了一轮调整。那么目前的 AI 道指也是这种走势啊，我们看到走出高点之后啊，然后快速回落。这个大的缺口呢，迅速回补，一次回补，二次回补之后，行情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一轮上涨突破。那么它的上涨突破呢，非常凶猛，我们看到一波行情几乎涨了3倍以上啊，大概是3倍半啊。那么走到这个位置，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可以看到2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非常凶猛的上涨之后，在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悟空阳线走出来了，8界阳线正在行情当中啊震荡。那么8界阳线目前遇到了2个妖怪啊，空头一个妖怪，多头一个妖怪，在震荡过后，只要8界阳线的这个开盘价大概是在很多个0480676这个位置不跌破的话，行情啊必然还会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啊，这是根据我们 K 线吸油战法当中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啊得来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那么调整到小日线级别吧，因为目前震荡时间是不足的。调整到小日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正在围绕高点啊0.0000000012和低点60709这个位置啊做收敛动作。那么高位收敛动作，只要不跌破目前行情当中的低点啊0.000006啊这个位置不跌破的话，行情仍然有机会继续上行。往往呢，这种币种也会在高位形成前面行情当中这种收敛三角形，再寻找突破的机会。但是呢，它的调整幅度非常凶狠，几乎超过了50%啊，最大是50.53%。所以呢，这种高波动的刚刚上线的次新币、土狗币啊，参与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谨慎，设置止损之后再分仓进场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小日线级别144均线正在上移，那么后面的行情当中可能回踩一下这个位置。这个均线的这个位置，所以呢，目前 AI 道指和 PEPE 仍然处在一个多头的趋势当中，虽然有50%的回调动作，但在时间级别上仍然有可能走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与此同时呢，做这种高波动的土狗币一定要小心谨慎，设置止损，分仓进场。
那么好，由于五一出游刚从外地回来，所以今天的节目稍微晚了一些跟大家说一声抱歉，然后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